大家都在反映啊，这个饺子馅儿不知道该怎么调。没事啊，我会啊。今天我就教大家调6种饺子馅儿，4荤2素。第一种呢，给大家调一个最常见的猪肉白菜馅儿。第一步呢，我们先将这个切碎的白菜一定给它焯水哈，给少许的盐。这个呢，我不建议大家就是把它胆熟了再来切碎，胆熟了会吸收大量水分，同时呢，这个白菜没有脆度了。我们尽量是直接切生的，腌个2、3分钟，它自然就会出水。然后我们把多的水给它挤掉。这时候我们拿一个这个滤网稍微给它沥一下哈。这你可以用个什么纱布啊，可以用个什么毛巾啊，这样去包一下它。我再直接用手就捏了。如果你不把这个水挤掉的话，待会儿你拌出来馅儿它就非常的细洼洼的，它非常多的水。其实你看，第一个呢，选肉很重要。我们选肉的时候尽量选用这种肥3瘦7或者是肥4瘦6的这种。如果你选的太肥，它吃的就比较的腻；太瘦呢就比较的柴。其次第二点什么呢？就是我们这个蔬菜和肉的比例，你要确定哈，肉一定是比蔬菜多的哈。给少许的盐。来点这个生抽，给少许的花雕酒，好，来点蚝油，给点白胡椒粉。正常呢，我们1斤肉呢就要加1个蛋哈，因为这个蛋有点小，所以说我就加了2个蛋，给大家说一下哈。这里刚好是1斤半的肉，加鸡蛋它也同时可以将这个肉变嫩，同时也可以增加这个肉的凝固性。好，再来少许的姜米哈。有些如果朋友吃不惯姜米的朋友，可以给它打成这种姜汁水。好，再加少许的糖。我们搅的时候一定是朝着一个方向去搅它哈，它会特别的粘手。这样去摔它，把这个肉的这种胶质状一定要给它摔出来。少许的姜葱水，姜葱给它拍破，用冷水一泡就好了。泡个15分钟到20分钟就可以用了。这个呢可以增加这个肉的嫩度，同时还可以去腥。如果这一步你没有加这个水进去的话，你会发现你的饺子馅做出来特别的干，而且里面没有汁儿。可能第一个呢我会讲的比较多一些，因为很多的馅儿啊，它就是叫换汤不换药，只是说食材变了而已，但是它操作手法这些过程基本都是一致的。这时候我们再加一次姜葱水。好，我们第2次加入姜葱水之后呢，你会感觉到这个水啊完全渗透到这个肉里面的时候呢，我们开始加这个切好的大葱，来一点儿，把我们切碎的这个白菜。稍微给它加点老抽，我们来调个颜色就好了。最后再加2小勺的这个生粉，就土豆淀粉，一定要加点土豆淀粉，它可以更好的锁住这个肉的水分。穿衣服一样，最后穿个外套给它哈，穿个外，不要开始就加粉啊。给少许的香油，香油就是芝麻香油，不要太多啊。基本上这个白菜猪肉馅儿就拌好了。给大家看一下这个馅儿拌好之后，它整体它是不会出水的啊，它非常的这种有色泽感，它不会说马上就一滩水啊，这种没有的。这里也给大家说个点啊，像这种加了大葱的馅儿呢，最好是2天之内包完。为什么呢？因为这个葱它会发酸的。可能你们要说，我直接把这个馅儿放在急冻就行了，急冻也不行。你自己想一下，急冻过的馅儿你拿出来包的时候，它是不是要解冻？解冻的话，这蔬菜它就会出水，会影响到这个馅儿的鲜味的。所以说建议大家一次性把它包成水饺，急冻起来，什么时候吃就什么时候煮。第2种呢是一个香菇鸡肉馅儿的，搅碎的鸡胸肉，加少许的盐，加点糖，一点花雕。少许的白胡椒粉，开始加点这个生抽和蚝油，开始搅拌均匀。这个我们加1颗鸡蛋，我这里也是用了1斤的这种鸡胸肉，我在超市买的，它是1盒1盒，其实才10几块钱，所以我今天就加了1个鸡蛋。我们切碎的腐乳，这个就不要焯水了。玉米粒、香菇粒哈，我们加到里面，因为鸡肉啊它本身就比较嫩了，所以不需要再去加什么水啊之类的哈。我们给点少许的淀粉。接下来我们加点这种鸡油，还有这个芝麻香油在里面，甚至是如果你就没有鸡油，你可以加什么猪油都行，就是一定要有油气在里面，它这样馅儿吃的才滋润。香菇鸡肉馅儿就拌好了。关于这个饺子馅儿要不要加料酒啊？可能大家有个疑问，如果你的料酒质量不是特别好，甚至是用这个酒精勾兑的料酒，我建议你不要加了，你可以加点花雕，花雕呢它就是去腥增鲜了，但是量要控制好，不要加很多进去了，就一点点就够了。第3种呢，教大家做一个牛肉芹菜馅儿。这个牛肉呢，我选的是一种牛腿肉或者牛胸肉哈。大家在做这个牛肉馅儿的时候，建议大家尽量不要选牛腩来做，因为牛腩上面有非常多的筋，吃的会掐牙的哈。腌制一下，给点盐，少许的白糖、白胡椒粉。好，我们再给点花雕、姜米。好，我们给点生抽，给点蚝油。好，这牛肉我们一定要给它搅拌一下，把这个盐味全部给它搅拌进去，还是让它出这种胶质的状态哈。好，鸡蛋我们打1个鸡蛋，如果你想极致让它更嫩的话，就全部加蛋清。甩出这种胶质之后呢，我们一定要加姜葱汁啊。这时候也是决定你牛肉嫩不嫩很关键步骤，一定要加水。你不加水的话，你牛肉它是嫩不了的。
一定要给这个肉注水，它才会嫩，就像你晚上回去贴的面膜一样，要注水。接着我们再加第2次姜葱水，变得非常嫩了，而且里面吃着它也会有汁水。意外，赶紧擦一下。这个厨房工作真实的写照啊，都有这种情况，有时候会切到手啊，或者是被油蘸的啊，被馅儿弄到身上都有啊。好，我们把这个水打进去之后呢，你明显感觉到这个肉呢它有阻力之后，我们接着再加入这个洋葱碎、芹菜碎啊。芹菜和牛肉或者是洋葱和牛肉，不管是炒菜拌馅儿，它是非常搭的。土豆淀粉加热之后，它就会形成保护层在馅儿表面。最后再加入少许的这个芝麻香油，不要加太多，吃的是腻的。好，揉转就好了。基本上我们这个芹菜牛肉馅就做好了，给大家看一下。下面来教大家做一个鲜虾韭黄馅儿，这个馅儿好好吃的哦。好，做这个馅儿之前呢，一定要把这个虾的这个水分稍微给它吸干，不要一上来你就把它什么剁碎啊、剁成颗粒啊，这是不对的啊。什么猪肉、牛肉它不一样。你看平时我们做的吃的虾饺，大家吃过没有？那种虾饺绝对不是剁出来的，而是这种拍出来的。这个呢是青虾仁，因为我已经去过虾线了，同时已经清洗过了哈。看这些全部都去了虾线的。好，我们把那个大点的放到碗中，小点呢就留点起来，我们直接给它在面上给它拍碎，可不是我们拿来直接给它剁碎，这种是不行的哈，一定给它拍的，它才会出这个胶质。你可以回家试一下这个方式啊，这绝对出来是2种感觉：拍碎的虾饺和这个虾仁一起装在一起。把这个虾的胶质啊给它捏出来，这样摔。好，这个虾我们让它甩出这个胶质之后呢，现在加入肥膘肉啊。这个肥膘肉正常比例的话是4:1或者3:1，就是虾的话是3份，你有1份的话就是要用肥膘肉。一定要有油气的话就加肥膘肉才行。好，我们给少许的盐、白糖、白胡椒粉，这个呢就不用放什么蚝油这些，就不用放什么生抽了，因为它就是个白味的。加少许的花椒，一点点，不要太多。你能明显感觉到这个虾饺它完全出来了，非常的扒这个玻璃盆子哈。再放入2勺的生粉，再去抓它。这个虾不光是包水饺，包虾饺都非常 OK 的啊。最后呢，加入这个韭黄，如果你没有韭黄，你可以加什么呢？加芹菜或者是玉米都可以啊。芝麻香油和这个什么呢？这个叫化猪油，就自己炼的猪油啊。做这个虾之类的馅儿，一定要加猪油或者是肥膘肉，这样的话你的馅儿吃的才比较的滋润。稍微手上给它捏一下，这样的话让它和得更均匀。包的时候呢，基本上就是一颗一颗的虾都在里边啊。4种荤馅做完之后呢，接下来我们做一个素的，叫素三鲜。提前焯过水的小棠菜，我们把这个水给它洗一下。香菇也是焯过水的，我们去除一下这个草酸啊。像这个青菜啊这种，它草酸比较多。给大家看一下，有这么多的水。我们把刚刚挤过水的这个香菇和这个小棠菜放入玻璃碗中，再加上这个切碎的胡萝卜粒，我们给少许的盐、少许的糖、白胡椒粉。这个就不要加花雕了，因为它没有肉啊，它是素的哈。我们给点胡椒、芝麻香油。来点生抽和这个蚝油，我轻轻给它揉一下，就像拌凉菜一样，轻轻给它揉一下，它就是简单一个咸鲜味，所以说不需要过多的调味。最后我们再少许的淀粉，就是土豆淀粉。土豆淀粉蒸热之后，它就像扯芡一样，可以有味道更好的扒到蔬菜上面，让那个馅儿更有味道。好，基本上这个馅儿就调好了。最后一道做个非常经典的韭菜鸡蛋馅儿。第一步，我们打4个鸡蛋，这个来加少许的盐。好，我们一定要加2种水淀粉，可以让这个鸡蛋呢更蓬松一些，同时还可以增加它的嫩度。接着我们在锅里倒点少许的油，这来是我提前准备好一点3香，就我建议大家用那个油去激的方式把它激香。如果你下锅炒的话，你控制不好油温或者控制不好这个锅温的话，很容易把它炒糊。这时候锅里的温度大概有个3成左右了，我们浇到这个碗中，边浇边搅。这样一冲来，这个13香自然就会香了。剩下的油呢，我们来炒鸡蛋。好，这是我们下入鸡蛋。我们先用底部让它定型哈，别慌，下去的时候不要慌，一定要煎到这种两面金黄色，这样蛋它会出香味。蛋炒成这种金黄色之后，放到砧板中，用刀给它剁碎。好，这就可以了，不要将它剁得太小啊。直接放入玻璃碗中。这个粉条是提前泡胀一样切碎的粉条啊，这个粉条不好，因为我这儿买不到好的粉条，大家理解一下。我去超市的话，只能买到这种，这已经算是最好的了。好，韭菜花就切碎的韭菜啊，我们给少许的盐，开始调味了。白糖一点点啊，刚才用油调过的13香加到里面，芝麻香油，芝麻香油可以稍微多那么一点点啊，白胡椒粉。
再给它直接用手给它揉匀，揉匀就可以包了，不要揉得太久，太久它就会容易死掉了啊。好，这就拌好了哈。这个蛋呢就可以根据你的需要，如果你想多一点就多加点蛋，但是韭菜和粉条蛋的结合就是一种非常经典的搭配。关于这个饺子的各种包法呢，以后会给大家出。今天我们做个简单的演示，很简单啊。这是个我们刚刚拌好的一个鲜虾韭黄馅儿，这个馅儿一定放在中间。这个皮呢，因为它有点干，我们稍微给它边缘给它蘸点水，这样的话它粘得更紧一些。好，手这样把它叠过去，你的拇指的虎口。这样2个手的交叉，轻轻一挤，哎，这个就好了。水开以后呢，我们下入这个饺子，因为6种馅儿每样包了2、3个啊。好了，这期关于6种饺子馅儿做法就做完了。你们都是天才，那么难的数学题都解答得出来。我相信呢，这个饺子馅儿也难不到你，而且还教了6种，总有一种是适合你的。我是阿伟，请关注我，你雕的吗？偶像。